根据媒体报道，4月16号，美国总统和日本首相在华盛顿会晤。在这次会晤之后，双方领导人在一份联合声明中直接就谈到了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据报道称，这是自1969年以来，日本和美国领导人第一次在联合声明中提到台湾。在联合记者会上，美国总统就直言，美日两国都会坚定支持两国的同盟以及共同的安全，为了应对中国的挑战而努力，并称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为了保证印度太平洋的开放和自由。据专家分析，日本之所以敢于和美国重新提起针对中国的事情，有2个原因。其一就是日本飘了，觉得自己又行了，认为现在的日本在美国和中国的博弈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另一个就是日本觉得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已经形同水火，很可能就要破裂了，想要抓住这个机会跟着美国表现一波。而根本原因其实不在于美国的裹挟，虽然确实有美国的因素在，但根本上还是日本自己做出的决定。专家分析，日本如今针对中国就是过度自信，一是因为目前日本自认为不怕中国的报复了，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的报复；二是因为日本自认为自己加入到了中国博弈中来，可以加强对中国的震慑，使得中国不敢妄动；三是因为日本自认为真到了中国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日本能够靠自己改变局势。如果不是上面这3点自信，日本是不可能敢于和美国达成合作，一起针对中国的。那么日本对自身的定位是否是正确的呢？现实就是日本太高估自己了，他以为自己能够充当一个重要角色，即便不是也能跟在美国身后捡好处。但是事实是，美国只把日本当作对付中国的马前卒。专家认为，日本与美国合作不但不能收获好处，反而会变成一个悲剧性的角色，很有可能根本就是炮灰。只看这些年中国和美国的发展趋势，中国整体实力稳定而快速的增长，美国却是国内丑闻频出，正在衰弱下去。在这个时候，日本选择押宝美国，其实是一种缺乏战略智慧的表现。然而这些话说给日本听根本是没有用的。专家就认为，有时候废话说给日本这种国家听是没有用的，真到了大动干戈的那一天，倒是可以借鉴当初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当初对付日本的方式，效果可能会更好。根据媒体最新报道，近日美国学者撰文评论了当前日渐焦灼的中美关系。作者认为，当前美国每每进行外交都要使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来向其他国家施压，尤其是对中国。这在美国国务卿发表的讲话中就可见一斑了。美国国务卿认为，如今的美国致力于在外交上就取得对其他国家的优势，每每与其他国家外交实际上都是尊重国际秩序。美国是在加强以规则为地基的国际秩序。美国国务卿的话中意思是认为，现在的中国才是在破坏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是中国想要让强权就是道理的时代重新到来。这名学者认为，这种看法其实是存在3大误导性的。首先就是在美国可以为自己谋利的情况下，美国其实就经常无视、规避，甚至是改写国际秩序。他认为，如果美国真诚地面对自己，就会发现美国才会是时常认可强权即公理这句话。在这件事上其实就是存在例子的，美国就利用了苏联解体后的时机，趁俄罗斯虚弱为美国谋利。其次就是中国实际上接受甚至捍卫了很多国际规则，尽管并不是所有规则都被中国接受了。当然，这名学者也担忧，在未来一个强大的多的中国，对于那些会违背中国利益的规则会选择弃置。第三就是美国国务卿言辞中的暗示了，他暗示如果当今世界失去了这一套由美国制定的秩序，就会陷入到混乱和完全的强权主义中，所以破坏秩序和规则的中国是必须要反对的。但是这其实是存在问题的，国际秩序应该是被所有国家普遍接受的，而不是由美国制定的。简而言之，问题其实不是出在了中国不遵循国际秩序上，而是由谁来决定哪些规则适用在什么地方。这名美国学者表示，目前面对的核心问题就是中国和美国对国际秩序存在不同看法，正在为塑造基础性的全球体系而展开竞争。而清楚认识到美国制定秩序规则真相后，日渐强大的中国并不会在这一点上让步。之所以美国不配被中国尊重了，也正是因为美国霸权的假面已经被中国戳穿，而强大的实力让中国已经不害怕再反对美国了。
实际上，这个答案本来就可以从中国外交部最近的发言中找到答案。和平发展是中国外交的基石，中国日渐发展壮大，但是国强未必就会走上霸权的道路。中国富而不骄，强而不霸。反观霸权国家，则会因为国霸必弱的道理衰落。今天的美国不配得到中国的尊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根据媒体于4月19号的报道，日前澳大利亚媒体发表文章，引用一名澳大利亚军方官员的话，表示如果美国和中国在台海地区爆发军事冲突，澳大利亚很可能会选择出动军事力量协助美国，也就是澳大利亚要参与进来对中国动武。这已经不是近期来澳大利亚头一次宣传这种可能对中国动武的话了。虽然澳大利亚官方没有表达出明确态度，但是专家分析，澳大利亚官方之所以不表态，是因为澳大利亚并没有动用军事力量向中国动武的实力，也不敢真的明确表态触怒中国。然而，澳大利亚既然主流舆论已经是这么激进的针对中国了，澳大利亚的态度也可见一斑。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实际上澳大利亚内部已经开始积极准备如何协助美国对中国动武了。报道称，澳大利亚的力量同样是美军及美军盟友力量的组成部分。澳大利亚这么积极准备的目的，就是逼迫中国让步。一名澳大利亚军方人员透露，澳大利亚目前就在讨论，一旦美军和中国发生冲突，澳大利亚应该在多大范围和多大程度上协助美军。目前可能存在的方案就包括要派出潜艇和大量战机。一名澳大利亚国防官员已经向媒体证实，这个计划已经在拟定中了。就在4月12号时，其实澳大利亚前国防部长就已经鼓吹过这个话题，认为印太地区将在10年内发生战事，澳大利亚很可能就会被卷入这场战事中。然而或许是意识到针对中国的意图过于明显了，到4月15号的时候，澳大利亚国防军总司令就称，澳大利亚还是想要推动中国和美军的和平对话的。据专家分析，澳大利亚这段时间的态度是美国和日本共同推动的结果。因为在针对中国这个问题上，欧洲的英国、法国和德国是不会公开支持美军的。因此，在日本已经站边美军的情况下，日本和美军都迫切需要澳大利亚的明确表态。澳大利亚所拥有的本钱就是它的地理位置优势，它是美军的军事基地，许多美军的先进武器装备都被部署在了澳大利亚，可以针对中国给予压迫和威胁。但之所以官方还是没有明确表态与美军站边，专家分析认为是澳大利亚其实自己也清楚，一旦真的搅和进可能发生的中美军事冲突中，让中国用武会是澳大利亚的灭顶之灾。如今的澳大利亚实际上就是在钢丝上行走，一旦行错就是万劫不复。俄罗斯和乌克兰在顿巴斯发生冲突的事，也算是世界焦点所在了。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交手也已经不再是暗流涌动，而成为就差一层脸皮，就是明目张胆的对抗了。最近俄罗斯更是面临美国的围攻。其实从最近的新闻上看，美国已经开始了多线针对性下手了，不管是在乌东地区，还是在俄罗斯周边环境，甚至在舆论、外交等政治手段上，对俄罗斯开始了接连出手。首先，顿巴斯上空出现美军一架 RQ-4 全球鹰无人机一事。从俄罗斯媒体的报道来看，这架无人机是被美国用来侦察俄罗斯部署在顿巴斯的军事部署和武器装备信息，并将数据提供给乌克兰，好使得乌克兰能够更好地针对俄罗斯。而对于俄罗斯来说，无疑意味着美军这就是在鼓动乌克兰正式和俄罗斯交战。其次，美国想从白俄罗斯下手。早前美国就已经挑不过自己蓄养的白俄罗斯反叛分子闹事故，没想却被白俄罗斯快手掌了麻的消灭了。所以这次美国干脆换个法子下手，直接刺杀白俄罗斯的总统。这件事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美国国务院也表示了否认，但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却明确表示，这届活动因为被直接挫败，所以已经迅速逮捕了相关涉案人员。而这些人指认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及联邦调查局都参与了此次行动。白俄罗斯大家都知道，这是普京好不容易笼络回来的帮手，而且最近更是出动大量军事力量去前往乌克兰边境，以便表明要和俄罗斯站一头的决心。所以美国确实十分有嫌疑。再则，美国直接对外公开驱逐俄罗斯10名外交官，并且还要求众多欧洲国家同样对俄罗斯外交官进行驱逐，比如说乌克兰、波兰、捷克等。不过俄罗斯也不是吃素的，直接就驱逐了回去。其中俄罗斯还扣押了乌克兰的外交官，
对美国驻俄大使建议回美，为此直接下手禁止美驻俄大使馆在俄的行动。另外，捷克和波兰也是接连被驱离了外交人员。另外，美国在这一系列的手段之前，还为了让俄罗斯放松警惕，拜登亲自给普京打电话求和，可以说是面子放得极低。这也就导致了俄罗斯自最开始并没有反应过来。这虽然并没有影响很多，但是足够膈应人。所以从美国刺杀白俄总统，挑拨捷克和波兰，再加上乌克兰已经在俄罗斯周边形成了围堵，并且从局势上说，美国和俄罗斯的对抗已经到了最前哨。这个时候俄罗斯会寻求中国的帮助吗？毕竟一旦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式开战，再加上美国拉拢的这些人给俄罗斯使绊子，即便俄罗斯能够打下乌克兰，对俄罗斯自己的损失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虽然目前俄罗斯还能够继续支撑，但是如果美国继续拉长对抗维度和战线，未来给拜登降点温，中俄或许会有新动作。